2023年春节不仅没有了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，更是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房地产寒冬之中。一位知名地产分析师如是感叹着今年春节的房地产市场。尘埃落定后，中国百强房企们公布了猛如虎的1至2月业绩，满目狰狞的数据令人揪心。狂风骤雨般的寒潮迎头而来，中国百强房企上演了一出活生生的腰斩大戏。看看这些冷冰冰的数字，就知晓房企有多么狼狈不堪。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1至2月房企销售榜单显示，百强房企总销售额仅为4762.4亿元，比去年同期惨跌 51.6%， 堪称4年来最差。其中2月单月销售额更是比1月缩水了 29.3%， 可见跌势有愈演愈烈之势。除了总量腰斩，分项数据也是惨不忍睹。此前一马当先的前10大房企销售额均值同比下降 47.7%， 尚能勉强维持，但其他阵营更是雪上加霜。11至30大房企销售额均值同比下降 53.5%， 31至50大房企销售均值也下降 52%， 而最小的51至100大房企销售额均值更是下挫 57.6%。 统计显示，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房企仅剩14家，比去年同期锐减了12家，超过50亿元的房企只剩区8家，相较之前也少了18家。这无疑预示着行业巨头开始失去气数。与此同时，有媒体援引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惨状。2月份前100大房企新屋销售额同比暴跌 60%， 堪称腰斩。可以说，今年开年以来，房企销售就陷入了严重的颓势。究其原因，大部分机构归结为春节期间促销活动疲于奏效，难改购房者观望情绪。中指院分析称，尽管今年春节前后各地房企开展了诸多促销力保销量，但由于收入和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，购房需求一直处于疲软状态。促销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大环境，仅能在部分热点城市拉动到访人流，实际成交却一直平平。事实上，2024年春节7天假期，25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27%， 可见购房者的买房热情却是大幅降温。一些知名分析机构也曾预言今年前2个月销售数据会出现大幅下滑。克而瑞地产研究预计，2月中国百强房企销售同比将暴跌 60%， 而1月则同比下跌 34.2%。易汉智库甚至提出，今年1至2月百强房企销售额有可能比去年同期锐减 50% 以上。看来这些惨淡的数据早就在业内人士的意料之中。眼下，市场对后市走势也是一片看空情绪。很多分析人士直言，未来几个月房市仍大有可能持续大幅度滑坡。原因就在于，去年各地因为疫情而出台的购房利好政策已慢慢过期，利好效力也逐步耗尽了。不少机构预计，为了提振市场，地方政府有可能进一步放宽房产限购等措施，但由于监管政策仍坚持底线思维，制约严厉，所以刺激措施的力度也将相当有限。因此，即便后期楼市政策不断优化，行业重现生机何时都是未知数。在资金、信心、需求3缺乏的大环境下，房企要走出阴霾着实不易。风雨飘摇中，中资房企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。媒体报道，今年2月，地产巨头碧桂园的销售额就出现了至少7年来最大单月跌幅，同比暴跌 85%， 环比也下滑近30%。此前，碧桂园已经接到了一份香港清盘呈请，这无疑雪上加霜，加剧了其资金压力。现如今，违约风险笼罩，潜在购房者都避之有恐不及。碧桂园的生存环境可谓是雪上加霜，前景更加危机重重。
回顾今年前2月的房地产市场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：举步维艰，漫漫长夜。未来的路究竟将往何处去？房企们还要多久才能复苏重振雄风？政府是否会进一步放行更多利好政策？一切前景仍扑朔迷离，笼罩在阴霾之中。但综合这些惨淡数据，暂时只有一个判断是可以确定的：中国房地产业正疲沓凋零，尤其是中小房企的冰川般的寒潮正在蔓延，行业现金流枯竭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。曾经引领中国经济走向腾飞的房地产业，正陷入了一场绝境之中。这场寒潮之下，行业就像一片冰天雪地，处处可见坍塌的房企、停工的工地、被唾弃的楼盘。一线城市的售楼处门可罗雀，连海市蜃楼般的营销团队都无精打采，游手好闲。昔日恭候在门口的置业顾问们，如今只能一脸惆怅地注视着行人从身边擦肩而过，无人问津，无人理睬，整个楼盘就像一座被遗弃的城堡。2、3线城市的情况更糟，一个个半拉子的楼盘工地横七竖八地散布在市中心，钢筋水泥裸露在外，遍布灰尘和杂草，阴森恐怖，就像被战火蹂躏过的废墟。不少工地早已停工数月，工人们无可奈何，只能遣散回乡。更有甚者，工人堵在地产商大门口高喊"还我血汗钱"的口号，企图被无情抛弃的资方重视。然而，房企的高层们更加无能为力，一边是积压的千亿债务缠身，一边是银根告急，融资无门，一边是工程款拖欠，一边是市场全面冰封。他们只能对外东拼西凑，哭穷卖老抵藏，对内则大刀阔斧裁员减薪，以求自救。曾几何时，这个行业乃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，被冠以房住不炒的期许，成为百姓最青睐的投资渠道。如今却一夜之间跌入谷底，大败局已成定局。违约风波、债务危机、资金枯竭，种种风潮朝着行业中小散户迅猛扑来，无数购房者深陷其中，血本无归。诸多购房大军开始摆起了游行阵线，通过维权抗争来捍卫自己被侵吞的权益和利益。即便是曾经的行业巨头们，如今也岌岌可危。此前已经收到香港清盘呈请的碧桂园，如今更是资金枯竭，债台高筑，正陷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。整个中资房地产界濒临破产潮，资本链断裂的威胁挥之不去。而那些尚在坚持营运的房企们，无一不是节衣缩食，艰难向前。为了维持现金流，他们拼命出售资产、项目、车位，甚至办公用房。为了降本，他们不断压缩工资，缩编人员，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活下去。泰禾、阳光城、华夏幸福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品牌，如今都摇摇欲坠，或重组或被收购，走上了不归路。就连刚刚遭遇降级风波的万科，作为中国房地产航母的它，如今也在艰难求存。2023年业绩几乎腰斩，今年1季度销售同比更是暴跌近70%，濒临熄火边缘的处境令无数业内人士高度忧虑。如此一来，这个本已疲弱的行业变得更加黯淡无光。放眼望去，购房者血本无归，房企节节败退，整个房地产业就像座摇摇欲坠的断壁残垣，在风雨飘摇中出现了无数裂痕，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。一个个城市的天际线再也看不见林立的塔吊，取而代之的是空空荡荡的夕阳余晖，将那些被遗弃的工地拖出长长的阴影。曾几何时，这些林立的塔吊、高楼耸立共同描绘出中国飞速发展的进步蓝图，也见证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奋勇争先。而现如今，他们正在一点点消亡。一代房地产人的梦想正在这场寒潮中化作泡影，整个行业也已濒临破产重组的边缘。